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4月17日过完生日，我又来上海找你了。上次你好像很喜欢玩桌游，所以这次我陪你玩了一晚上。4月18日，你说你身体不太舒服，没有出来找我玩。4月19日，我们玩了一天，你又跟我说希望我们做回100%朋友。难道是因为我跟你相处的越多，越暴露了我小孩性格那一面吗？这是我第一次这么主动追一个人，第一次勇敢的直面自己的感情，结果又2次碰壁。此刻5月8日，我想说，我觉得这段感情里没有谁对谁错，我们只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喜欢上彼此。你喜欢上的是节目里还没有卸下防备，喜欢扮成熟的我；我喜欢是线下不再装幼稚的你。但还是要感谢你的出现吧，缓缓打开了我的情感大门。遇见你之后，我好像感知幸福能力都变高了。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我也开始去学着接受我自己和你的不完美，也看到了你的更多闪光点。今天我特意穿了个白色裙子，因为故事的开头我们未来描述的是白色。都说事不过3吗？你已经说了2次要跟我做回100%朋友了，我最后还想再问一次，你现在会给我们的故事画上一个逗号还是句号呢？其实这3个月，我就是其实这3个月，我一直跟自己说，再试试呢，再试试呢。你本来就是闪闪发光，有头有脸。我们依然是可以在彼此领域闪闪发光。还是我心里说的，我觉得我们就停在这吧。这段成长的痕迹是我们20岁中最宝贵的东西，我们会是很好的朋友。抱一口。不论如何，我还是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这应该也是最后一次送给你了。我也觉得我之前对你太严肃了。我去拿，等一下。这个是你最喜欢的紫色，有蓝色有紫色，都是你喜欢的颜色。然后上面有很多我们的回忆的照片，等一下我先整理一下，有点乱了。这次是3月3号那次世界大战，也是转折的开始。一起吃漂亮的饭，你陪我提前过生日。
然后你带我去无锡，这张纯爱岛。这一天真的长得特别帅，一起玩桌游。然后这次是车上 deep talk 那次，你跟我说做回100%朋友。冥冥之中，我就觉得可能上天也在阻碍我们吧。其实每次我去见你，我是一个之前从来飞机都不太容易延误的人，每次见你都延误2-3个小时，有一次都还特别的颠簸，可能上天也在给我暗示我们并不是那么合适吧。最后希望你能早日找到那个能陪你滑遍世界所有雪场的女孩。我们以后还是很好朋友。没关系，人和人有过一些瞬间就够了。能不能以后让我们泪点低的先上？真是不行了。好，那耀哥还好吗？可以，来吧，耀哥。有点缺氧啊。因为我在毕业歌会的时候跟大家已经留过言了，然后我看了第9期、第10期大家的告白日，我觉得我要做一个迟来的告白，然后也是告别。所以这封信是给奥利的。原来告别是这样的，他没有声嘶力竭，而是把一些话放在心里很久很久，久到它变凉了，都没来得及说出口。躺在床上休养的那些日子里，天花板上有一条很细很细的裂缝，我每天都盯着它看，从清晨到黄昏，又从夜晚到凌晨。有些画面总在我脑子里转，比如一起合唱的那首歌，比如一起躺在雪里，比如变坨变凉的那碗泡面，就像是在冬天里呼出的一口热气，明明很快就消散了，却暖了很久。隔着屏幕的日子，思念会被放大，脆弱也是。然后我就发现勇气从指缝里慢慢的流走，连同我们之间的那一点点火花也慢慢熄灭了。可能我们确实不是在对的时间遇见的。线上的我笨拙又木讷，不会找话题，更不会表达，让你看到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完整的我。好不容易等到线下快要见面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了朋友。可能有些雪落在冬天是风景，落在春天就成了遗憾吧。我看着大家的心愿一个个被完成，我真的很开心。然后至于我的心愿嘛，我现在觉得就是可能实现不了了。20岁可能就是这样吧，有快乐，有浪漫，有疯狂，也一定会有遗憾。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心动藏起来，写进歌里。所以其实我给你写了一首歌，是我问了你喜欢的歌手，我特意去找到他们的歌，一首一首的听。我想了解你的耳朵里住着怎样的一个世界，然后学着摸索着写下了这首。那些没能发出去的消息，没能说出口的话，
准备了很多很多，却再也无法送出的惊喜，都变成了这首歌的旋律。今天我把它带来，不是想打扰你，也不是为了要一个答案，只是想给那个怦然心动的冬天做一个安静的告别。最后，其实我想感谢每一位工作人员，感谢有你们，我觉得我们真的被你们保护得很好。这个冬天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你们出现过，在我怦然心动的20岁里，我相信以后我会遇见一个满眼都是我的人。再见，奥利。再见，大家。再见，怦然心动20岁。这首歌叫《如果还有冬季》。我们躺在茫茫的白色里，剩下是去年枯黄的草茎。你伸手接住飘落的安静，说这样躺着好像能听见星星。我只想和你去远方，不管有多远，从这场大雪走到下个春天。我只想和你跳着舞，在这白色旷野转圈的时候，世界只剩下呼吸和你的脸。如果我们以后还会想起这场大雪和这一路痕迹，你会不会也和我一样，偷偷期待下一个冬季？等到雪化了，春暖花开的时候，能不能再见你？我只想和你去远方，不问西东，从这片雪原走到草木葱茏。我只想和你跳着舞，从黄昏到凌晨，停下来的时候雪落满身，像做了一场梦。我会把它带过来。其实，在雪地约会的那天，它在我包里，然后2个球碰到一起碎了一个，所以这个就是唯一的一个了。然后我想着这是你的心愿，所以我就想今天把它带过来，还给你。首先我想谢谢白瑶，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那在我的这段最后的时刻，我想从和怦然最早的缘分开始说起。在2022年的9月，戴老师找到我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和怦然的感情真的已经完全超出了嘉宾和节目组的关系。在接近这4年的时间里面，怦然见证了我最美的青春时代，见证了我个人的成长，也一起携手经历了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当然，同时也封锁了我的爱情。很多人都在为我惋惜，但我想说，我从来都不后悔加入这次的旅行，无论是出场顺序还是最后的结局，我都坚信老天爷自有他的安排，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对吗？对。可能有时候我也会想很多如果我早点来呢？如果我没有意外早退呢？如果真的有人和我双向奔赴呢？后来想想，如果这些如果都实现了，那也太完美了吧？那我得意忘形成啥样呀？我肯定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成长和感悟。
如果说录制期间有氛围的催化和滤镜，那么在下节目后的这几个月里，我才更加感受到，只是认识那么几天的男孩女孩们，即使根本不知道我的具体情况，也会非常频繁来关心我，说一定要早日见面。还有节目组的哥哥姐姐们，更是特地在每天都熬大夜的工作日里，抽空来看望我。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一直陪伴我和照顾我的家人朋友们，我真的超级爱你们。在这20几岁的年纪，正是我们人生的奥德赛时期。有人说，此刻不过是人生的4点半。所以无论遇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是正因为我有能力去跨越，这个考验才会降临。我很幸运能够和你们一起度过这个迷茫又勇敢的冬天，谢谢你们成为了我生命中的几分知己。下面这一段是要给耀哥说的，虽然其实我在之前的4件套里面有偷偷给你留过言，但我担心你不点开看，就在这里再正式讲一次，来弥补那天没能录给你的留言。Hello， 耀哥，这里是奥里。今天我们一起做了热气球，特别开心。在一片白茫茫的雪景里，我们是唯一的色彩。谢谢你和我一起做浪漫又疯狂的事情。虽然我们的故事在这里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我相信外面的世界很广阔，我们的幸福也一定在不远处静静等待着我们。如果你也期待的话，就请你大声说出“白耀，你是最棒的”。白耀，你是最棒的！白耀，你是最棒的！你是最棒的！你也是。你好，我的男朋友潘伟轩。你好，我的男朋友潘伟轩。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103天。哇！前天你才交了毕业论文，恭喜你要毕业了。今天呢，站在这里，其实我也准备了一份小论文给你。这个论文就是关于契约与潘伟轩早就相遇100次的不完全记录。哦，那你上来一下，你拿这个。哇！妹妹你先别看。现在你来说这里是哪里，我来给你讲里面的故事。流鼻涕了，等一下。这是那个正玉铜楼外面对吧？啊，这个是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个酒店，是你大一常常住的地方，也是我在开学前后那段过渡的时期经常落脚的地方。我们一定会在工作人员的眼睛里相遇过。哦。这就是大学站。对，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地方，这是我们走过上百次的地方，也肯定也遇到过上百次吧。那就是旁边的71。对，这是离学校最近的71。我喜欢在里面买柠檬茶，然后你喜欢在里面买水。也许我们某天下课的时候，就有可能站在货架的两边。这是学校里面的篮球场。你经常跟我说，你可能大学的期间很喜欢去学校的体育场。我有没有告诉你，就是我经过这个体育场的时候，经常往里面张望，经常感叹里面的人好青春。你当时有没有被我看到呢？应该没有，估计。怎么这么诚实啊？大3之后没去过。懒惰的学弟。大3以后懒惰的学弟。懒惰的学弟。这是那个餐厅是吧？书店的餐厅。对对，这是在准备演讲的时候或者。然后还是披个毯子吧。然后这是我上过课的教室，对吧？这是我上过课的教室。好。这个下面那张是你上过课的教室。
我们上课的教室就在同一楼的同一层，隔着一间教室中间。然后这是阳台。我跟你说过，我喜欢上课上到一半偷偷跑出来透气的阳台。你说你没有注意过这里，但是可能会经过，那你有可能就看到过我，只是那时候你不知道。时间会向前推进，会把我推到你面前的，会把我推到你面前的。好伟大的正缘，缘分啊！红线比钢筋都硬。我觉得我们的缘分就不是轰轰烈烈的命中注定，而是早就向彼此走了几千几万步，直到最后走到我们最适合相遇的那个时刻。节目播出以后，我们开始被很多人看到，面对各种各样的评价，但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你对我所有的好就不是特意让别人看到的，你不会因为我爱喝奶茶就每天给我喝奶茶，而是一遍一遍的对我说那些不能再喝奶茶的原因。生活里，你就变成了那个捂住我耳朵的人，固执的守护着我们作为普通情侣的普通日常，让我相信看到的你就是全部的你，最真实的你。同样回到现实生活里，你也是知道的，我是一个很坚强、很有决心的人。如果你这次惹了我，我就不会给你任何后悔的机会，因为和我谈恋爱就是会很开心。如果你遇到开心的事，无论什么事情，我也会为你开心。但是如果你有生气的事，我就会陪你一起生气。我们胃口都很好，吃什么都很香。我们也可以每天晚上去散步，我也会无所事事的窝在家里。我们肯定会吵架，但我们也很擅长于重归于好。但是如果你敢再惹哭我，你也必须得花更多的心思来哄我。总而言之，就是你完蛋了，因为我永远会让你觉得遇见我很好，和我在一起就很幸福。当然，你也是，和你也是，你也是，和你也是。这个就是我给他挑的领带，但其实他跟我说他其实不是很爱戴领带，因为他觉得戴着显脖子短，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份礼物的意义在于我们在11月份也是我们的毕业典礼的时间，肯定是要戴领带的，所以想把这份礼物送给你。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学会系领带，但是我一定会在11月份为你亲自系领带的，亲自系领带的。学姐好会啊！学弟应该也不赖的感觉，学弟应该也不赖的感觉。学弟来吗？哦，我得帮我戴耳机。王轩要上战场吗？这趟旅行我重复了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值得。因为抛开一切的一切，这趟旅程真的很幸福，遇到所有人。但接下来的这段话，我想献给这个“值得”一词最大的贡献者七月。是你让这个值得到今天还一直在延续。我的信也不太长，因为你总说我线下话很多，所以呢，我就保持我的人设，话少一点吧。过去的几个月，我们一起去了2月的香港、哈尔滨，3月的北京和首尔，4月的长春，还有5月的南京。当时我的约定已经实现了大半，当然我觉得还是不够。这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一直黏在一起，彻底的进入了对方的生活。但我总觉得只要你愿意，我就会想一直黏着你，更加了解你。但我最想的就是可以好好的一直陪着对方，不需要太多的纷纷扰扰，简单幸福就好。我也很享受每个在一起的瞬间，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就比如说你对我撒娇，或者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我帮你吹头发的时候，又或者是各种各样我们走在路上简单的聊天唱歌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探索更多的事情，同时也能重温一起的各种记忆，感觉这就是幸福吧。你懂我，我也懂你的默契。节目结束的时候，我说过不去担忧未来，也不会为过去遗憾。但现在我觉得我会向往未来，感谢过去，坚定的希望能让你在我身边，一直开开心心的走下去。七月，谢谢你，我爱你。七月，谢谢你，我爱你。怦然心动20岁冬季篇就到这里了，大家一起看烟花吧！还好吗？我还好。感觉真的要结束了。过来啊，过来。太重了。还有最后一段，还记得第2期的时候，当时我不知道以什么身份才可以把大家的礼物买给你，只记得那天晚上看着你戴着蝴蝶耳环，表达各种情绪的样子，我就想，如果我能买给你就好了，因为没有人会不想送心爱的女生好看的东西。